一旦本府将凭据提出之后，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。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，若是包大人有证据，早已升堂审讯本宫，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？若依驸马之意，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？怕的是你不敢审。好，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。王朝马汉，在，传令升堂。是，出驾到。接驾。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。包拯，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，想干什么？回公主，驸马涉及一桩情案。住口！依我大宋律法，皇亲国戚犯法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，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。倘若驸马果真有罪，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，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。魏总管，奴婢在。将驸马送回府去。有谁敢阻拦，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、欺君罔上之罪。奴婢遵命。提驾回府。大人，由他去。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，展昭已经忍无可忍。展护卫，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？然而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，就必须履行。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、逍遥法外吗？不，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，别说是公主，哪怕是太后当面，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铡下，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。是。多谢公主搭救之恩。你还敢说？好端端的，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？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，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？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公主，启禀公主，那不管驸马的事。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，可是与驸马无关，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。驸马，魏公公说的是真话？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？不，包大人没有弄错。魏明说的不是实情。驸马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。什么真相？驸马，你……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，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，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。驸马，你在说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公主，
接下来我要说的，恐怕你难以接受，但是我非说不可。你说，我必须弄个清楚。春哥、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，已经累得睡着了。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。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，就发泄出来吧，别憋着。我心已死，泪流干了，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这么无情。他不仅无情，简直就是无耻。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，早就让他血溅当场。公孙先生，展大人，两位仗义直言，项链终身不忘，请受项链一拜。哎呀，切莫如此，你快起来吧。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，成全于他，可谁知道，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。项链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回来找包大人。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。一旦仁政到了京城，大人必定会将他拘捕到案。你快起来吧。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，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。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，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？这，你放心，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，展某马上辞去官职，重返江湖，哪怕成为朝廷钦犯，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。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公主救命！公主开恩！公主开恩！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亲，又有了儿女，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？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，受召为驸马？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蹉跄的这一天？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？公主，公主息怒，千万不要动了胎气。你给我住嘴！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，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？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？公主，这一切
都是奴婢的错。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，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，公主都不屑一顾，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。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生大事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啊！你确实该死！从我一出生，你就在我身边。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，全是勾心斗角，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。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。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，面对这样的事实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小雪，魏总管，公主不肯吃，那你们先撤了，你们也下去。是。公主，奴婢吩咐他们稍后再为公主做一点吃食。公主有孕在身，无论如何也得吃一点。奴婢知道，公主心里还在生气，可事到如今，总要想个办法来解决呀。虽然皇亲国戚犯法，有大理寺审讯判罪，可包大人手中御赐的铡刀，好似圣旨在握。如果包大人这次执意要对驸马不利，那驸马爷将难逃一死。公主对驸马爷冒名顶替之事不肯原谅，那就让包大人依法处置，公主也不必为此事伤神。然后呢？然后让我的孩子在娘胎之中就失去了父亲。不，无论我如何看他，为了我的孩子，我也不能让他死。
公主就要想办法救她。救？怎么救？既然包大人有皇上赐的铡刀，就握有生杀大权。我虽为当朝公主，但是我又如何与圣旨相抗衡？太后，只有太后可以救她。太后虽然很疼我，但是她又怎会甘冒违抗圣旨之罪而救她？太后是皇上的母亲，包大人岂敢得罪太后？只要公主与驸马爷一同进宫，向太后求情，奴婢知道太后一定会有办法。驸马爷，公主仍未息怒。面对如此情形，驸马爷以为，这也难怪，我当初一贪念，如今遭此报应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。不，公主愿意救你。什么？你说公主肯原谅我？那倒未必，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，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，去求太后。求太后有用吗？有用，只要皇家出面，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，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。可是，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。那是我的事，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。不，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，否则我无法安心的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当然，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。人命关天，就算太后出面，也未必有用。如果我一人承担，坦白认罪，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，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？可如果你这么做，你是必死无疑。那又如何？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。魏明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了公主。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，我不能明白。那是驸马不明白像奴婢这样的阉人宦官的心境。我自幼净身入宫，
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、无儿无后的命运。在宫中，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，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，甚至权倾一时，然而说回来，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。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，她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就去世了。随后，先皇也驾崩西归，是我把她抚养长大成人。虽然公主身在皇宫，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而我既是她的爹，又是她的娘。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，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。只要她想要什么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，其中包含于你。他想招你为驸马，我也做到了。如今公主想救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如愿以偿。魏明，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，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。驸马切记，一切要推在奴婢的身上。如此一来，太后出面，那包大人就办不了驸马爷了。奴婢此去开封府，不可能活着回来。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，一生一世地照顾公主，永无二心。否则，奴婢纵死九泉，化为厉鬼，也不会轻易地将你放过。你放心，若是我能逃过此劫，我不会亏待公主的。公孙先生来得正好。依公孙先生推断，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，约莫在什么时候？大人，学生是在今天早上，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，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。
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。倘若明日一早出发，快则明晚，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再等一日，白云寺的仁政就可以抵达京城了。正是。展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，可是有事要见本府。属下想知道，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，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？展护卫何以有此一问？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，带走了陈世美。他日纵使有了人证，大人也难以把她绳之于法，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。到时，他就能安然脱身。不，皇上御赐的3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本府依然可以办他。倘若太后亲临，阻止行刑呢？太后虽是皇上生母，地位崇高，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，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。倘若皇上降旨，赦免于他呢？展护卫究竟意所何指？大人，展护卫侠肝义胆，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。展护卫打算如何？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。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，展昭退出官城，重返江湖。可临行之时，必定将陈世美的项上人头带回来。住口！只要本府还再朝一日，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，滥用私刑。大人，展护卫。大人，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，并非有意藐视王法。那陈世美无情无义，人神共愤，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？也罢，本府就为展护卫示意。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，本府定会据理力争。倘若力争不成，本府自会罢官退隐，远离仕途。那时，本府已非朝廷命官，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？又岂能论断是国法，亦或是私刑？大人，并非展昭一时鲁莽，只是气愤难平。展护卫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若不如此，何来天理公义？然而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，当然是依法而行，绝无例外。展护卫，仁政后日便可抵达京城，你何不再稍作忍耐？是。魏总管，你们2个都下去吧。是。
公主，都准备好了。去看看魏总管的车架准备好了没有？是。去我的房间拿2条手帕备用。是。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时间，来跟你把话说清楚。公主，请说。你所犯的错误，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你。可是为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，我却不能不救你。公主，你听我说，我了解母后的性格。他不会为了你连国法都不顾，可他却会在乎这个孩子。我为了这个孩子去求他出面帮忙，如果他真的肯帮忙，你要永远记住，是这个孩子救了你。将来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像对待你原来儿女那样去对待他。不会。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个孩子。你不必辩解。我相信，当初你和秦香莲生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想到今天你会不肯认他。我不是想利用机会来羞辱你，我只是确保我的孩子未来不会有个忘恩负义的父亲。启禀公主，公主，车架已备好，公主可以起驾进宫了。魏公公，你确定你不随我一起进宫？公主明白，奴婢还要去开封府。你确实不能去。你还得去试试，能否在包大人面前疏通一下。奴婢尽量试试。驸马爷，公主有孕在身，还望驸马爷一路上多多照顾。本宫明白。公主，保重。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击鼓鸣冤。是什么人？回大人，是驸马府总管魏明。将他带到厅中说。是。王朝马汉，在。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。是。大家见过包大人。魏总管要见本府，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？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，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申冤。魏总管所谓的投案，
指的是哪一桩案件？合肥白云寺陈世美，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，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3条命案。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申冤，又指的是何冤？咱家所言的3条命案，均与驸马爷无关，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，这便是驸马爷之冤了。好，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，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？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？若依你之意呢？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，包大人不升堂提审，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？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？不错，公堂之上，众目睽睽，一问一答，俱皆登录归案，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，咱家也不必一再重复，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？你倒是有备而来。咱家是自行投案，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，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在何宫何府任职？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。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？咱家是来投案的。你自行前来投案，为的是哪一桩案件？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，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。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。如此说来，你是自称教唆杀人？是。既然你已自成罪状，就已是戴罪之身。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无论你是何官职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，你还不下跪听审？魏明，犯官在。你派韩琦杀害之人，本府业已将尸首决除。本府问你，那名文人装扮、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？回包大人，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。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。正是。你又因何要杀害他？回包大人，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，巧遇公主。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，谁知犯官却发现他早有妻小。为讨公主欢心，犯官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，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。于是，犯官就安排了调换2人学籍，并派韩琦杀他灭口，盗用他的身份。犯官
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。胡说！那状元公10年寒窗，铁砚磨穿，方得高中状元，光宗耀祖，又岂会听你摆布，冒名顶替？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而与你串通合谋。不，包大人，此事与驸马爷无关。当犯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，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。魏公公，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？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，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？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，更置公主于何地？状元公此言差矣，荣华富贵何人不为？只要招为驸马，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。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！在下虽出身寒门，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。半生苦读，金榜题名，为的是光宗耀祖，择英妻儿。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，其糟糠于不顾，在下怎能从命？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，休怪世美不顾颜面，将魏公公逐出门外。状元公，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，已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状元公执意不肯，那洒家为求自保，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。在下读圣贤书，深知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，在下绝不妥协。状元公既不为死，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？你说什么？状元公若不同意，洒家迫于无奈，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，连你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妻子、孩子，一家5口的性命，恐怕也难以幸免。你敢伤害他们？状元公，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，他们自然毫发无伤。否则，犯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，状元公无奈之下，只得从命。那陈世美是否因你邀侠而冒名顶替，与你投案无关，本府暂不追究。那第2具尸首又是什么人？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强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
少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